现状给所有要结婚的人提了个醒，门当户对藏着婚姻最实在的底气。最近啊，窦骁不仅清空了两人昔日的爱巢，更是连夜把自己的社交平台简介从何超莲丈夫改回了演员窦骁。故事的开篇啊，窦骁拿的是一副寒门贵子的逆袭剧本。他出生在西安，10岁就跟着家人移民加拿大。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当过洗头小哥，也做过灯光助理。2008年，他带着一颗演员梦回到中国，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2年后，他就被国师张艺谋一眼相中，和周冬雨一起主演了那部让他一夜成名的《山楂树之恋》。那时的他阳光帅气，一口大白牙，笑起来充满了少年感。所有人都以为他将是下一个文艺片男神，而此时的何超莲正在经历着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暗恋。作为赌王三太的女儿，何超莲虽然贵为公主，却远不及二房的姐姐何超琼那般权势滔天，而她的感情之路也同样坎坷。她曾苦恋台湾歌手吴克群长达4年，在这段关系里啊，她爱得极其卑微，她放下赌王千金的身段，为他洗衣做饭，甚至在他巡演时全程追随。然而他换来的却是对方长达4年的不承认和不公开。你看，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共享着同一种渴望，一个渴望通过婚姻来获得阶级的跃升，另一个则渴望通过婚姻来获得一份被承认的安全感。于是啊，当他们在2019年相遇时，便一拍即合，一个是温柔体贴的暖男演员，一个是严正多金的豪门千金。他们的恋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偶像剧的色彩，他们一起上综艺秀恩爱，满足了所有人对豪门爱情的幻想。而窦骁更是把24孝男友的人设演绎到了极致，他推掉了无数的好剧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伴女友。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当一个全职赘婿的准备。2023年在巴厘岛那场耗资5000万的世纪婚礼上，他终于如愿以偿。于是那场耗资5000万的婚礼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那是他入行10年攒下的全部身家，却是何家眼中那不值一提的见面礼。当他在剧组住着集装箱，吃着10块钱的盒饭拼命拍戏时，他或许才终于明白，豪门的屋檐再大也遮不住外人的雨。所以呀，当他最终选择清空爱巢，把简介改回演员窦骁时，那或许不是一场简单的婚变，而是一场关于自我主权的收复。你可能会问啊，窦骁有颜有才又肯花钱，为什么何家就是不肯接纳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必须先了解何超莲的亲生父亲赌王何鸿燊，他自己就是靠当赘婿起家的。想当年啊，何鸿燊虽然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他能东山再起，第一桶金就来自于他的原配妻子，出身澳门顶级名门的第一美人李万华。他靠着岳父家在澳门的权势和人脉，才一步步建立起了自己的赌业帝国。然而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他是怎么回报那个曾扶他上马的女人和家族的呢？他在李万华重病缠身之时，以家大业大，需要有更多人打理为由，用一部早已作废的大清律例迎娶了二太蓝琼英。从此啊，原配一脉渐渐被边缘化。你看，这才是这个故事最讽刺也最致命的地方。窦骁这个同样出身普通、野心勃勃，又企图通过婚姻来实现阶级跃迁的男人，他的剧本和当年年轻时的何鸿燊何其相似。对于在豪门内斗中浸淫了一辈子的三太陈婉珍和从小就看惯了人间真实的何超莲来说，窦骁的存在啊，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当年的影子，他们害怕历史会再一次重演，害怕这个靠着女儿上位的男人有朝一日也会像当年的何鸿燊一样，羽翼丰满之后就把何家变成自己的天下。所以你看啊，三太母女对窦骁的防备，其实是一种刻在豪门 DNA 里的自我保护机制，这无关爱情，只关人性和利益。窦骁从一开始就踏入了一个他永远也赢不了的死局。窦骁的这场豪门梦碎，其实是一场关于阶级与人性的最真实的碰撞。他作为一个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新中产，他所理解的成功是事业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何超莲这个出生在旧钱豪门的公主，她所代表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啊，家族利益和血缘关系永远高于一切。窦骁以为他可以用一场婚礼来买到一张进入这个王国的门票，但他最终发现有些圈子是你花再多钱也挤不进去的。他的故事给了所有想走捷径的人一个最轻轻的耳光，靠婚姻上位终究不如靠自己打拼来的踏实。